最近軍事圈炸開了鍋，那架號稱拳打殲35、腳踢 F-35的輕型隱身戰機蘇霍伊蘇75將軍被亞洲國防安全報道，其可能已完成秘密首飛。對此，社交媒體上吵翻了天，甚至有俄粉貼出了真假難辨的模糊剪影，說蘇75絕對首飛成功了，而且願意賭命。俄粉在拿命賭，俄羅斯官方卻當了個啞巴，始終沒有回應蘇75的狀態。這種生不見雞死不見屍的狀態，簡直讓蘇75成了航空界的薛定谔的貓。在盒子沒打開之前，它既是劃破長空的五代機，也可能只是一堆停在廠房裡的高級廢鐵。那麼這款被克里姆林宮寄予厚望的第5代戰鬥機到底能不能比得上 F-35？ 它的戰力有没有俄羅斯媒體吹得那麼神？要評選全球軍工界最會畫餅的戰鬥機，俄羅斯蘇霍伊設計局的蘇75稱第二，絕對沒人敢稱第一。時間倒回2021年的莫斯科航展，展台上出現了一架連飛行系統都沒裝齊的靜態全尺寸模型，但就是這架塑胶壳子竟然讓當時還忙着發动侵略戰爭的普京親自到場月台揭幕。展板上赫然寫了他的名字 Checkmate。 玩國際象棋的朋友对这個詞應該都不陌生，這是將軍或絕殺的意思。俄羅斯人當時就放出狠話，蘇75的目標就是搶佔全球中輕型隱身戰機的市場，正面硬剛美國的 F-35。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隨着俄烏戰爭越打越兇，美國和歐洲直接祭出制裁大棒，亂棍之下，俄羅斯的軍工企業連高階芯片和5軸数控機床都買不到，甚至連最初的金主爸爸阿联酋都以暫停投資為由脚底抹油跑路了。於是我們就能看到蘇75的首飛計劃從最初的2023年推遲到了2024年，又推到了2025年、2026年。本以為今年也沒戲，亞洲國防安全卻突然爆出猛料。互聯網上出現了一段極短的視頻，畫面中疑似蘇75的真機正在進行試飛。難道蘇霍伊的工程師們真的在炮火連天的制裁下，靠着手搓完成了這款號稱最強5代機的首飛？拋開網上這段視頻的真偽不談，我們先來看看這架蘇75到底有沒有傳聞中的那麼神。從體型上看來，蘇75其實並不小，機長 17.3 米，翼展 11.9 米，空重約12噸，最大起飞重量直接飆到了26噸。在動力心臟上，俄羅斯人畫了一張巨大的餅。早期用蘇35同款的 AL-CFES 發動機過渡，最終目標是換裝和蘇57一模一樣的產品30渦扇發動機。這台發動機推力強勁，加力推力有望逼近18噸，因此俄羅斯人吹噓蘇75最高速度可達 1.8 馬赫。看起來確實很猛，但這只是表面。俄羅斯人沒有說的是，蘇75在物理設計上是一架單發大推力戰鬥機。在中型戰機這個級別裡，到底是採用雙發中推還是單發大推，直接決定了飛機的骨架能怎麼捏。殲35有2台發動機並排，工程師可以在2台發動機和機腹之間輕鬆摳出一個規整、寬大且平坦的內部主彈艙，而蘇75只有一台粗壯的 AL-51 發動機，直接塞在機身中軸線上，這根粗管子把機身內部的容積切得七零八落。為了在發動機旁摳出彈艙，還不破壞隱身外形，蘇75的機腹只能被迫向下凸起，結果就是蘇75搞出了一個極度別扭的一大兩小3彈艙布局，所有兩側的側彈艙只能塞1枚格鬥導彈，位於發動機前下方的主彈艙空間狹窄，最多只能塞進3枚中距空空導彈。滿打滿算，這架飛機的內置火力極限只有可憐的3中2進。而它的對手呢？同樣作為單發大推的 F-35， 在完成 SIDKICK 複合掛架升級後，可以在內置彈艙裡塞進整整6枚 ARM-120 中距空空導彈。在強調超视距空戰的现代第5代戰機對決中，多一枚導彈就意味着多一次擊落對手的機會。F-35 的火力持續性是蘇75的2倍，蘇75在火力配置上還沒起飛，就已經在容量上被 F-35 徹底碾壓。雖然火力拉胯，但蘇75的氣動外形確實很有迷惑性。俄羅斯工程師在降低雷達反射截面積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甚至大量借鑑了美國驗證機的元素。如果我們走到蘇75的機身正面，就會發現它的氣动外形長得別具一格，甚至可以說怪異。它下頜部那個碩大無比的进氣道，這不是傳統的斜板進氣道，而是採用了無負面層隔道超音速進氣道設計。巧合的是，這個設計和當年與 F-35 競爭失敗的波音 X-32 簡直如出一轍。DSI 进气道的優勢有2個，第一，取消了傳統進氣道前方負責調節氣流的機械隔板和放氣門，依靠進氣口前方一個經過精密計算的鼓包，利用空氣動力學原理，將貼近機身表面的低速負面层氣流直接推開，減少了機械活動部件，等於直接減輕了幾百公斤的機身死重。
第二，這個隆起的鼓包恰好可以有效遮擋住敵方雷達波直接照射到發動機高速旋轉的渦輪葉片上，消除了機頭正前方最大的强雷達反射源。所到機尾，蘇75做出一個更加激進的改動，徹底拋棄了傳統的水平尾翼，取而代之的是一對面積巨大、向外極度傾斜的 V 型尾翼。這種設計說好聽一點是借鑑，說直白一點就完全是抄襲了諾斯羅普公司當年落敗的 YF-23 驗證機。不過真別說，這種設計尾翼的垂直面越少，雷達波的回波源就越少。微型尾翼同時兼顧了平尾控制俯仰和垂尾控制偏航的雙重功能，確實是降低全向 2CS 的極佳方案。但借鑑給予的饋贈冥冥中都已標注好了價碼，微型尾翼設計將直接導致飛控軟件的編寫難度呈指數級上升。少了2片控制舵面，飞控計算機必須在毫秒級別內精準地同時計算並分配這2個傾斜舵面的受力。只要飛行員拉動操作桿，計算機必須立刻算出多少比例的角度用來抬頭，多少比例用來轉向。在高技力機动中稍有差池，气动力矩失衡，飛機就會在空中失控進入死亡螺旋。這也是 F-35不用微型尾的原因之一。美國海軍必須保證艦載機在惡劣的海況下擁有絕對可靠的低速操控性。俄羅斯的機械制造能力雖然不弱，但其數字電傳飛控的軟件底層算法一直是其航空工業的致命短板。這對微型尾翼能否在實戰中表現出高可靠性，所有流體力學專家估計都會偷偷在心裡打上一個巨大的疑問號。其實武器掛得少，飛控有隱患，這些都可以忍。第5代戰鬥機的核心戰鬥力根本不是外形的隱身，也不是最高飛行速度，而是態勢感知與傳感器融合能力。這方面蘇57很不幸又被吊打了。大家都知道 F-35強，卻很少有人知道態勢感知與傳感器融合能力就是 F-35對所有其他戰機實施降維打擊的絕對依靠。F-35在這個領域建立了目前人類航空史上的絕對壟斷。它機頭下方有一塊菱形的藍寶石窗口，裡面藏着光電目標指示系統。這個系統可以在不保持絕對無線電靜默的情況下，在幾十甚至上百公里外，利用高清紅外熱成像鎖定敵方戰機。配合機身四周散布的分布式孔徑系統， F-35的飛行員戴上價值40萬美元的特制頭盔，就能擁有360度无死角的穿透性视野。任何從死角偷袭的防空導彈都會在幾十公里外觸發 DAS 的自動報警，並解算攔截彈道。F-35的中央計算機會自動將雷達、紅外、電子戰系統的數據融合，生成一張清晰的戰場態勢圖。反觀蘇75呢，撥開它的內部航電架構，只能用寒酸來形容。為了把造價壓低到極致，蘇火一幾乎把老大哥蘇57那套原本就落後一代的航電系統進行了閹割後，直接照搬了過來。它機頭上只安裝了一個球狀探頭，沒有360度無死角的 DAS 系統，沒有底部的 EOTS。它的雷達按照俄羅斯目前的半導體產能和成本控制要求，大概率只是一款低配版的有源相控制雷達，抗干擾能力極差。在電子對抗、網絡數據鏈共享和戰場態勢感知方面，蘇75在 F-35面前像是一個新兵蛋子。而在真實的超視距空戰中， F-35可以通過保密的多功能高級數据鏈瞬間共享預警機或其他 F-35探測到的目標數據。 F-35甚至不需要開啟雷達暴露自己，就能在蘇75的雷達盲區內從容不迫地發射 ARM-120 中距彈。當蘇75那老舊的雷達告警器響起的瞬間，導彈已經進入了不可逃逸區，蘇75很可能連 F-35的影子都沒看到，就已經在幾萬米的高空中解體。無論是火力、飞控還是態勢感知，蘇75面對 F-35都是全方位的溃敗。既然性能被 F-35按在地上摩擦，俄羅斯人為什麼還要大張旗鼓地搞這個項目？甚至普京都要親自出來越台。答案藏在蘇75的報價裡。俄羅斯人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在技術上永遠追不上 F-35，他們玩的是純粹的價格戰。一架美國 F-35A 目前出厂價大約在8250萬美元。算上後續高昂的維護成本、隱身涂層保養費以及配套的後勤系統和訓練體系，全壽命周期的成本動輒數億美元，並且購買 F-35需要通過國會嚴苛的政治審查，買飛機等於交投名狀，必須完全綁定美國的防務體系。而俄羅斯給蘇75開出的官方報價是多少？2500萬到3000萬美元，這個價格在軍火圈簡直是白菜價。巴基斯坦買的梟龍 Block 3單價都要超過3000萬美元。美國賣給台灣的 F-16V 單價逼近上億美元，就連一架高級教練機 L-15 賣給阿聯酋的價格都突破3000萬美元大關。俄羅斯的算盤打得非常明白，我的蘇75確實打不過美國的 F-35，
但在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國家能買得到且買得起 F-35？因此，蘇75的目標客戶是廣大的亞非拉世界第3國家，比如越南、孟加拉，甚至伊朗和阿根廷。這些國家的空軍預算吃緊，他們现役的主力可能還是米格21、早期的幻影 F1，或者是嚴重老化的早期型 F16。這就是蘇75真正的戰術定位，在低端局裡用5代機的門檻進行價格戰，他想當5代機中的性價比之王。當然，俄羅斯人想得很完美，但現實的世界不會 PPT 讓路。目前蘇75面臨的真正死局不是 F-35的攔截，而是俄羅斯國內瀕臨崩潰的航空制造能力。研發和制造一款現代化的隱身戰鬥機需要龐大的精密產業鏈支撐，從5軸數控機床、隱身涂層的調配等工藝，每一環都離不開全球供應鏈。但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被制裁的親媽都不認得，俄羅斯的軍工企業更徹底失去了合法進口歐洲高精度加工設備的管道，更無法獲取高端半導體芯片。沒有高算力芯片，蘇75的相控陣雷達和電傳飛控系統就無法運轉，缺乏高精度機床，機體表面的接縫公差將巨大，所謂的隱身外形將在雷達波面前原形畢露。俄羅斯現在連造炮彈都費勁，拿什麼去造一架全新的隱身戰機？更不用說研發一款隱身戰機需要進行海量的風洞吹試、地面靜力破壞試驗和數千小時的試飛，這需要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前期研發投入。在蘇75項目立项之初，阿联酋曾表現出濃厚的投資興趣，但隨着戰事的拖延和制裁的加碼，阿聯酋等潛在的國際友商紛紛跑路，失去了外部血液的輸送，單靠目前國防預算幾乎全部填進前線彈藥消耗的俄羅斯財政，也根本無力獨立支撐起這款全新隱身戰機的研發閉環。這就完美解釋了為什麼從2021年莫斯科航展高調亮相至今，已經過去了3年多，關於蘇75的實質性工程進度依然感人，到現在也才秘密首發，而只是沒有發布。外界看到的除了幾張在專利局修改過的外形圖紙，沒有任何一架真實的原型機離開過地面的機庫。至於近期網絡上流傳的模糊的蘇75飛行視頻，在我看來或許是真的，但也只能證明蘇75還在試驗階段，而遠談不上進場量產。無法量產，性價比什麼的也只不過是一句笑話。總的來說，第5代隱身戰鬥機俱樂部早已變成了只有中美这2個擁有龐大且完整的全產業鏈工業體系、無盡研發資金的超級大國才能玩得起的頂級氪金遊戲。美國憑借 F-22和產量驚人的 F-35牢牢佔據着全球制空權的絕對統治地位，而俄羅斯則在長期的經濟衰退、技術斷代和制裁的追擊下，徹底失去了與美國在高端戰機領域進行正面競爭的能力。蘇75將軍這款在 PPT 上完美無瑕的輕型隱身戰機，它的本質是俄羅斯試圖用極低的價格標籤，試圖在被封鎖的國際軍貿上強行撕開一條獲取外匯的裂縫。蘇75將軍到底神不神？它的紙面數據在 F-35面前不堪一擊，在現實的工業生產線上也更是一個被制裁和資金匱乏徹底鎖死的幻影。而他號稱要腳踢 F-35，但實際上他真正的對手從來是俄羅斯自己日漸枯竭的軍工制造能力。只要俄羅斯無法徹底解決供應鏈斷裂的問題，這款名為將軍的戰機就永遠只能停留在莫斯科航展冰冷的展台上，成為一件供人拍照的模型。它無法在藍天之上完成對敵人的絕殺，只能在無數份過氣的新聞稿裡對着傲視蒼穹的 F-35發出無聲且無力的悲鳴。好了，本期關於蘇75將軍戰機的故事到這兒就結束了。大家認為，以俄羅斯目前的軍工產能，蘇75還有可能快速實現量產嗎？這種主打廉價加隱身的降維打擊戰機，是否真的能改變世界空戰格局？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不見不散。